家，现在是1月27號早上7點半，我現在在我家的電梯裡。這是我這個寒假起的最早的一次。那麼為什麼起這麼早呢？當當，因為我收到了來自2026年1歲1山河新鄉春晚籌備組的邀請函，真的超級的期待。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的，這一次終於可以去線下看了。喂，今天這個風怎麼這麼大？然後今年的這個春晚呢，是在新鄉平原體育中心2月4號晚上7點半舉行，而且我聽說來了很多重磅明星，我真的很期待了。而我之所以起這麼早呢，是因為新鄉春晚籌備組給了我一個特別的任務，就是我將代表春晚籌備組去給我們2位新鄉本地的榜樣送去春晚邀請函。那麼這2位呢，都是我們新鄉土生土長的老鄉，更是值得我尊敬和學習的榜樣。那麼他們是誰呢？先賣一個小關子，待會兒到車上給你們細講。現在已經上車了，雖然寒冷，但依舊奖勵了自己一杯加冰的瑞幸，希望可以消一下腫吧。现在呢，我們就要從新鄉市區出發，前往徽縣，拜訪今天的第1位榜樣杜千里老師。路上大概要1個多小時的路程，讓大家聊一聊杜老師的故事。杜老師是我們新鄉徽縣走出來的一名高材生，鄭州大學碩士畢業，但是他畢業之後卻放棄大城市的工作機會，選擇回到家鄉當一名鄉村教師。同時他還有一個稱號，大家都管他叫中國山楂一哥。他畢業之後看到家鄉的山楂滯銷，農民辛苦1年卻賺不到錢，於是開始探索通過電商幫大家來賣山楂，帶動鄉親共同致富。在他的帶領之下，徽縣周邊500多戶農戶開始種植山楂，戶均年增收3萬多元。杜老師真的是我們新鄉人的驕傲，更是值得我學習的榜樣。那麼待會兒呢，我們就要先去杜老師的學校去拜訪一下他，然後再去山楂基地看一下大名鼎鼎的徽縣山楂。司機師傅告訴我快到站的時候，我超級緊張，心跳好快，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很正式的去拜訪一位從來沒有見過的陌生人。路上的時候已經在心裡面排練過無數次怎麼給杜老師這邊打招呼了，生怕自己會說錯話。杜老師你好。你好，阿佳。這一次也是正式的代表咱們這個新鄉春晚籌備組來給您送這個春晚邀請函了。哎呦，非常感謝，我也很榮幸作為山區的一個小學教師能夠收到你們的邀請函，太榮幸了。謝謝。當然就很期待2月4號跟您在新鄉那裡就是相見了。一定會去。您現在教的主要是什麼科目呀？品德啊，在業餘的時間才去幫助百姓把山楂呀、小米、核桃、麥頭去助農。我天哪，這每天也挺忙的。對，特別是周末大家都休息的時候，我還要和我的小夥伴們到山裡面幫助百姓賣一些東西。那我也有了解到您是鄭州大學碩士畢業的是嗎？對。那就是當時在就是這個碩士畢業之後，就面對那麼多城市裡面的機會，為什麼會選擇來到山區裡面來教學呢？其實我08年政大研究生畢業啊，遇到好多的這種機會，比如說到鄭州，對，還有到這個廣州的。後來我在去參加工作之前呢，在太行山裡遇到一個老大爺，他背了一袋山楂，我問他84歲，我問他大爺你背的什麼？他說山楂。我說多少錢？他說你要不要2毛？我去年背的山楂在家都爛掉了，為什麼呀？他道路不通，沒人來收。就這個觸動了我，我說我能不能把我在研究生所學的知識用到幫助山裡賣山貨。然後我就跟隨杜老師簡單參觀了一下這所學校，也驚訝地發現這所學校同時包含了幼兒園、小學、初中和高中。對於山區裡的孩子們，杜老師是這樣說的：因為我們山區的孩子唯有學習知識，通過走出去參加高考，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是的，不然的話，有可能一輩子會待在山裡面，走不出來。唯有學習才能改變命運。這聽起來像是一句我們從小到大聽過很多次的話，但在杜老師這裡，它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他親身走過的路，是他每天在講台上看着孩子們的眼睛時，心裡最真實的期盼。他不僅是這樣告訴學生的，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從山裡走出去，上大學，讀完碩士，見識過更廣闊的世界，然後又選擇回到山裡。他回來不是為了重複命運，而是为了改变更多人的命運。在這次談話中，我也借機問出了一個困擾我自己很久的問題。作為一名大學生，我經常會為自己畢業之後的就業方向感到焦慮和迷茫。而對於這個問題，杜老師也給了我一些新的啟發。我建議大學生來農村看看，農村有更廣闊的天地，幫助百姓通過自媒體、互聯網幫助他們做些事情，比如說賣山貨呀，比如說自己創業呀，助農。
对，助農，這個是我相信在農村有未來的更大的舞台，更有空間讓你去發揮。而我們農村最缺乏的不是錢，而是人。杜老師的話點明了一個現實，鄉村振興最缺的不是資金，而是人才。他放棄了城市優渥的條件，選擇回到家鄉，這不是退路，而是一場主動的奔赴。因為他堅信農村不缺機會，只缺發現機會的眼睛和創造的雙手。還有一根網線，一顆山楂，證明了這片土地有着最真實的需求，最廣闊的舞台。年輕人在這裡結合家乡資源，同樣可以闖出一片天地。杜老師讓我們看到，最有價值的遠方，往往就是我們出發的地方。该我了，比校长打的还好了你。好，你这么厉害。哎呀，不錯啊。2026年新鄉春晚，邀請一起觀看。謝謝大家。參觀了杜老師所在的學校以後，杜老師又邀請我們一起去位於輝縣羅家寨的山楂基地參觀。新鄉最近在下雪，山路上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雪，非常滑。我沿着積雪的山路走了半個多小時，期間很多次差點摔倒。我在走這個雪路，我的媽呀，我感覺我沒有走多遠，但是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哎呦，哎呦媽！看我現在拍的，哎呦，我現在拍的就都是一個。這是一個大斜坡，超級大斜坡，那是一個往裡面拐來拐去的。哎呀，而且還特冷，這會兒雪可能是處於一個在化的階段。哎呦，老冷，感覺每天就是上坡走路就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要浇水是可以，因為山特別大。哎，對，你要盡量氣喘吁吁。但杜老師真的走得很穩，只要一咬到山楂，他眼裡就冒着光。他會停下來，指着一棵樹，告訴我們它的品種、它的年紀。他給我們分享如何基於山楂做產品升級和深加工，從鮮果到山楂糕，從山楂乾到山楂酒。他如數家珍，眼裡不是產品，而是一個個被重新定義的可能。他眼裡的光，不只是對事業的專注，那是一份相信土地不會辜負人的底氣，是一份帶着一群人把日子越過越甜的期盼。OK， 現在呢，我們要從新鄉輝縣前往謝鄉衛輝拜訪第2位榜樣。這位榜樣呢是新鄉衛輝人，她叫劉振燕，網友們呢都叫她衛輝婆婆。在2020年的時候，劉阿姨的兒媳媛媛遭遇了嚴重的車禍，手術後陷入了深度的昏迷，醫生說存活的希望只有1%，可能會終身成為植物人。但劉阿姨沒有絲毫的猶豫，當即決定拼盡全力也要救她，而這一守就是5年。為了給兒媳治病，家裡欠下了100萬的外債，中間還經歷了老伴離世的打擊，但劉阿姨從來沒有放棄過。在劉阿姨的細心照顧下，兒媳奇蹟般蘇醒。蘇醒後的兒媳吃飯不會張嘴，全靠撐着嘴餵，大小便失禁，一切生活都無法自理。在劉阿姨持之以恆的康復訓練後，兒媳恢復得越來越好。劉阿姨也開始借助短視頻平台記錄自己的日常，通過直播帶貨獲得收入，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好。那這個呢，其實會讓我更加的好奇。待會兒呢，我們就去劉阿姨的家裡面看一下，能夠把這樣生活絕境過成勵志故事的人，平時是怎麼樣的一個能量場。現在呢，已經來到了衛輝婆婆劉阿姨的家門口，然後待會兒呢，我們就把這個邀請函給送出去。哎，劉阿姨你好。哎，你好，你好。哦，您在直播是嗎？啊，直播嘞，沒事沒事啊。跟你跟叔叔阿姨說拜拜。你的媽媽有事，我稍停一會兒播啊，等一會兒來跟人聊天。你好，媛媛姐。劉阿姨好，我是那個阿佳。然後今天就是正式的代表咱們這個新鄉春晚籌備組給咱們來送邀請函來了。哎，謝謝。阿姨，那想先問問最近媛媛姐這個身體狀況怎麼樣呢？比以前好多了，這還有一個健身器材，然後就是有時候叫他偶爾蹬蹬。就是在家裡面有時候也會做一些康復訓練。這都是出院以後的設備。最開始因為我也是做那個自媒體，是個博主，然後最開始了解到您、刷到您也是在這個一些社交平台上面。那您是在什麼時間開始在一些網絡上去發布一些自己的日常生活呢？第一個發布時候都是還在醫院時候，那個都已經6個多月了。那個時候還特別嚴重，就是全程在床上躺着不會動。偶爾的有一個晚上，就是我夜裡2點多，我起來該給他扣背翻身了。偶爾的我都拍了一個視頻，我說拍那個視頻的主要原因，其實我都是想着媛媛還會好。那個時候就想着特別盼望的還能這個跟原來那個如初那個樣子，但是心裡想的特別簡單吧。我想着媛媛如果醒過來以後
其實那個時候太漂亮了很，就是怕醒过來以後有一些想不開，所以我要用一些事實去證明我們都在努力的為你想讓你活下來的。如果你真是到那一步，你要腦子清醒了，如果怕的想不開啥，我想用這一些事實來證明我們都在努力的幫你去活着，所以你不能拋下我們一家人。無論是從劉阿姨社交平台發布的視頻當中，還是從和劉阿姨的交談過程當中，我都能感覺到她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蓬勃的生命力和不向困難低頭的韌勁。劉阿姨一定有一些樸素而實用的人生哲学，我想这些人生哲学正是我們年輕人需要學習的。於是我問劉阿姨，是否可以給現在可能遇到困難和挫折的年輕人一些建議或鼓勵。其實吧，我感覺了，你像我這也沒啥文化，我也不會說，我只是感覺了，就是不見誰家遇見點啥事啊，都是沒有過不去的河，是不是？每一條路都通，所以每家每一戶就是遇到了坎坷，遇到了挫折，都不能灰心，包括家庭，包括學生，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的家庭都要積極努力向上去看，往前看，是吧？往前看。刘阿姨說的這段話，我反覆聽了很多遍。它不像是什麼精心準備的人生格言，卻比任何格言都更有力量。我們常會佩服一個人堅韌，但劉阿姨讓我看到堅韌之上還有一種更珍貴的品質，叫做豁達。它不是無視困難，而是選擇永遠向上看、向前看，把目光鎖定在可能性和出口上。它不是那種喊口號的樂觀豁達，而是用5年的行動，真真切切地趟過了一條冰冷的河，然後回頭告訴我們，看這條河能過去。它的樂觀豁達是經過現實淬煉的，帶着溫度和重量。對於我們每個人，無論是面對學業還是工作的壓力，人際交往的煩惱，還是人生的迷茫，劉阿姨給了我們一個面對難題時的方法論。不要糾結為什麼是我，而是專注思考我該怎麼辦，然後用惊人的行動力去一步步寫出答案。阿姨，那我们今天这个对话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我就很期待与您在2月4號在我們新鄉春晚正式相見，不見不散。出門啦！然後我們再重申一下，今天我們的任務就是作為一個小攝影師，然後去這個新鄉春晚的模擬彩排現場。然後我的任務呢，就是帶大家去感受一下這個我們新鄉春晚的一個彩排現場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Let's go！ 全民活動